报告。进来。报告，蔡书生向您报道。处长先生，我知道你平时喜欢中国的古玩，这只啊，是我家祖传的一只玉马，您赏赏眼，要是喜欢，您就留下来。你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不用这么客气。是，处长说的是。不知道处长今天找我有什么吩咐？有事情，我最近安排一下。我担心李文博压力大，我担心他的健康，他需要放松，所以我安排他放假了。是，我给你他的工作，我让你来负责。让我顶替李探长？是的。处长放心，李探长能做好的事，我蔡书生能做得更好。我相信你的能力，你不要让我失望好吗？是，处长。好吧，你去吧。是。行了，工，把我东西给我拿来吧，我该走了。好，真不想见到老蔡。李探长。哟，李 Sir 这么快就要走了？哎呀，真是说时迁时迁就到啊！李 Sir， 你可真会开玩笑。那句话不是说曹操就到吗？曹操是奸雄，你顶多算一毛贼。怎么着？来看我笑话来了？哎，不敢。我这不是听说李 Sir 要度假去了吗？我来送送你。干什么？扎兰杰，我告诉你，你以后是在我手底下干活，平时给我注意点。还有你们，一个个都干嘛呢？没必要大喊大叫的，再把小朋友们吓着啊！你喜欢这样是吧？这就对了嘛，李探长，我这可不是明着欺负你，我是暗地里使了个绊儿。我看出来了。哎呀，度假嘛，推荐你个好地方。听说海边阳光不错，多晒晒，有益身体健康。老蔡，别高兴太早了。这衣服别瞧着穿上去快，有时候脱的它也快。给你个忠告，老话说得好，别看今朝闹得欢，小心以后拉清单。给自己多积点德。李探长，我这人有一毛病，新衣服穿上了，我就不想脱了。另外啊，我也给您一句忠告：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。您那30年过去了。老蔡这话反过来说也行。老师，苏醒来学校了。他去学校干什么？他来指责我是国民党特务，还说我杀党勋旗有其他目的。他为什么要这么诋毁你呢？老师，昨天晚上吃饭我就想告诉你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您不要再相信苏醒了。自从他来到香港，你身边发生了多少事情？李教授和罗先生被害，家里发生了爆炸袭击。虽然没有证据证明这些都是苏醒干的，但是处处都有他的身影。我现在甚至怀疑，就是他指使党勋旗干的。是啊，对苏醒的身份，我一直也是在怀疑。但是总是念在师生的情谊上，我希望他能走正道，能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老师，您忘了吗？之前你要离开香港，就是他拦住您的。
现在你要让他接近自己，还要带他一起回去，这不是引狼入室吗？我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呢？只是阿生还放不下那份情感。阿生他就是太善良了，他已经忘了苏醒不辞而别的时候。苏醒，少木啊，还有一件事，今天李文博又来了。他来干什么？他说还要调查党勋起的案子。港督不是已经下令了吗？我开始以为是港督出尔反尔，但是现在来看，这是李文博个人的主意。老师，他这么做和苏醒不是异曲同工吗？少木，你怎么来了？聊什么呢？阿生，我听少木说，今天苏醒去学校了。少木，你跟爸爸说这事儿干什么？老师，我还有事情，我先走了。少木，这件事你不应该告诉爸爸。阿生，我怕你再被苏醒骗了。你、我、苏醒，我们都是同学。即使苏醒走错了路，我们也不应该抛下他不管。他愿意从头再来，我们为什么不能给他一次机会？阿生，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？我愿意去赌。你曾经为他赌过，输掉了自己的青春。如果这一次你再赌输了，失去的会是你的生命。即使是这样，你还愿意为他赌吗？是。你的信任让我心疼。少木，阿生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什么机会？我要和苏醒公平竞争。我不管你答不答应我，为了你的安全和今后的幸福，我必须这么做。这边请。童老师，来一下。钱校长，安妮小姐。啊，童老师，安妮小姐是奉港督大人的命令来询问实验进度的。安妮小姐，实验按照原计划进行，你放心，我父亲答应过港督大人，就一定不会反悔。当然，童教授的为人，我们还是信得过的。港督大人交代过了，如果这项实验有资金、材料方面的需求，请你们尽管提出来，我们会满足你们的一切需求。谢谢港督大人。港督大人想知道这项实验还有多长时间能够完成？实验实际早已完成，而且实验数据还有一份。陈雪薇，别乱说话。陈老师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实验数据虽然丢了，但是还有一份在童老师手里。雪薇，这什么情况啊？实验数据只有一份，哪有第二份？童老师，你每天都要留下来整理实验数据，可据我所知，你同时还在备份吧？童老师还没走啊？我在整理今天的实验数据，整理完了我就走。
你是在整理今天的实验数据吗？对。不对呀，我记得实验数据都已经整理完了呀。你是在备份吗？你看错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早点回去吧。事情就是这样。我原本以为童老师备份资料是担心数据丢失，可现在看来，他是另有所图。童小姐，这位陈小姐所说的话都是真的吗？我每天都要整理当天实验所得数据，而不是备份数据。如果你不信，可以去实验室看一看。至于陈雪薇所说的我备份实验数据这件事，我没有做过。而且整理当天数据是一件很繁琐的事情，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备份数据。怎么会有备份呢？就是啊。陈小姐，你能保证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吗？我保证，因为这是我亲眼所见。童小姐，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你和童教授串通好，向港督大人隐瞒，还是说这位陈小姐眼花看错了？但这件事，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的。童老师，你跟我说实话，陈雪薇说的究竟是不是真的？钱校长，如果你们相信陈雪薇所说的是真的，那就把所有的工作都交给她做好了。安妮小姐，钱校长，这件事情你不知情？我怎么会知道呢？我现在就回去向港督大人汇报，我相信过不了多久，我们就能查出到底是谁在说谎。哎，安妮小姐，陈雪薇，你来我办公室一趟。喂，爸，是我。不好了，咱们备份资料的事情被安妮和钱校长知道了。他们怎么知道的？今天安妮和钱校长来实验室检查实验进度，被陈雪薇说出来了。陈雪薇？爸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别着急，我马上去学校。阿生，老师知道这件事情了吗？我刚才已经打过电话了。我真的没想到陈雪薇会把这件事情告诉安妮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一切都晚了。对不起，少木，我希望你能处理好你跟陈雪薇之间的关系。我和陈雪薇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啊。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这些。雪薇，那些话你不应该说。怎么，心疼童生了？这不是感情的事。那你为什么要替他隐瞒？因为这项数据是我们所有人的心血。你已经不小了，应该懂得这个道理。张老师，你以为我是因为生你的气，才会对安妮和钱校长说那些话的吗？你说的没错，
实验数据是大家的努力和心血。我很敬重童教授的为人，但并不代表我要为童生的过失承担责任。实验数据必须放到实验室里，他凭什么可以私自带到家里去？还有，既然童生手里还有一份实验数据，为什么要瞒着我们大家？为什么不能跟港英政府说实话？为什么还要我们每天那么辛苦的工作？学伟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，但是科学家都有自己的祖国。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能为英国人做嫁衣，因为我们是中国人。因为这件事情，童教授、童生，甚至是我，都有可能在海大待不下去了。少墨，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。那我让我爸爸去找港督大人求情行吗？现在找谁说情都不管用了。那怎么办呀，少墨？我不想让你走。走一步看一步吧。而且，童教授可能有自己的安排。进来。好，校长。童教授，来了。陈雪薇说你手里还有一份实验数据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老头，咱们是多年的老朋友，你可不要骗我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陈雪薇说这件事的时候，安妮小姐就在场。这安妮知道了，港督肯定知道。如果他相信陈雪薇说的话，真的查起来，我们都不好交代啊。校长，你我相识多年，你知道我不会骗你的，就不要再问了。老童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这香港是英国人管理的地方，一切都是他们说了算。你这样不顾后果的跟他们对着干，能有好果子吃吗？我不懂政治，我也不靠英国人活着。我在学校任教多年，我的为人处事你是了解的。英国人不止一次给我送钱，我收过吗？我不是把它都交给学校了吗？我不欠英国人的。老童，还有，香港现在是英国人管理，他们不是一直标榜所谓的民主和法治吗？我不相信，因为一份资料，他们会把我关起来。可是，港督那里，你准备怎么交代啊？如果他们问你，叫他们来找我。阿生，爸，校长找我谈话了，我已经告诉他，还有一份数据资料。那他会不会？校长的为人，我还是了解的，比较正直的一个人。关键是，安妮也知道了。如果英国人调查起来，那就会很麻烦的。那我们怎么办？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，想瞒是瞒不住的。但是这份数据资料是我交给国家的礼物，绝不能落到英国人的手里。安妮，现在实验进行到什么程度了？实验正在进行，不过比起实验，有一个消息你可能更感兴趣。什么消息？有人揭发，童教授的女儿私自备份了实验数据。也就是说，除去他被盗走的那一份，现在童教授手里还有一份实验数据。没错。这是谁说的？实验小组的科研人员。你打电话给童江南说我要见他，让他马上过来。是。
彪，什么事儿啊？找我？最近你在保密局那边情况怎么样？一切照旧。那阿辉近期有没有和什么人接触过？没什么异常嘛。哎，对了，你怎么想起来问他呀？罗观音死后，按说保密局一定会找人替代他去接近童老师，可是目前为止，我们一直没有看到新的面孔，所以我怀疑他们早就在老师身边安插了特务，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法确定这个人到底是谁。但是党勋奇的死给了我一个提示。首先，党勋奇为什么要去找张少木，你想过吗？而且，党勋奇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务头子，居然被张少木这样一个文弱书生赤手空拳地给杀死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没错，这也是我一直疑虑的地方。你说怎么这么轻而易举的就给杀了呢？还有，不久之前，保密局派出另外一波特务，也就是阿辉他们，去执行清理计划。那么这个阿辉，他听命于谁呢？你的意思是张少木？所以我现在怀疑，张少木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安插在老师身边的特务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全都联系上了。这党勋奇之前也去过船厂，还有庄老大的码头仓库。我怀疑啊，他们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。所以，如果阿辉出现的话，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，暗中盯住他就行了。我相信，他一定会和张少木碰头的。对，我们一定要顺藤摸瓜，找到幕后的主使者，一网打尽。哎，不行，一旦事情败露，我和我的兄弟们怎么办呢？这样，我们会在仓库的周围安排人手去盯防。如果阿辉出现，你就在附近的墙上做一个记号就可以了。好吧。阿彪，这件事情成与不成，就看你的了。阿彪，注意安全。你们也是。港督大人，我只想知道一件事：陈小姐说的话是真的吗？她说的没错。大人，不想与您为敌，我也没有力量和港督大人对抗。但是这些研究成果是我早在上海时期就开始的。凝聚了我毕生的心血和汗水，而且您提供的资金我从来没有使用，所以我不会把这项研究成果在您的逼迫之下拱手相送。童教授，我提醒你一点，几年前你的祖国陷入战火，你被迫来到香港，在这里大英政府为你提供了优越的生活环境，还有世界上第一流的科研资源。我们帮了你这么多，你不应该感恩吗？感恩？我现在成了被你驱使的工具，我应该感恩吗？你们通过强权把香港从我的国家分割出去，我应该感恩吗？一败无言。安妮，大人，马上通知警署，查封海大实验室。另外还有，外出必须有警署人员陪同，明白吗？是，大人。现在你满意了吗？你已经足够威严了。我把瞭望点给撤了，也取消了一切行动。暂时只能这样了。接下来听阿辉的安排吧。林小姐，你说这阿辉什么来头？
怎么党组长一死，他就来顶这个缺口啊？还对咱们兄弟耀武扬威的，他想干什么呀？他？人家是封王的人，咱们可惹不起。林小姐，眼下这种局势，只有咱们是自己人，还要互相照应啊。阿彪，我把实话告诉你，你不能告诉任何人。你还信不过吗？说吧。为了阻止香港的民主人士投共，毛局长亲自制定了一个计划，叫蜜蜂计划。你还记得罗冠英吗？他就是第一任的工蜂，他的任务就是冒充共党，带童江南离开香港，前往台湾。他不早就被我干掉了吗？所以蜂王亲自动手了。你的意思是，蜂王现在已经跟童江南取得了联系？这不是你该问的。阿彪，保密局在香港不止咱们一个组，一旦咱们完不成任务，蜂王只会启用自己的人。那咱们下一步采取什么行动？党组长已经死了，咱们还能怎么办？听上面的安排，还能有条活路。一旦任务出现纰漏，大不了干呗，不就是一条命吗？现在不是我们冲动的时候。党组长的例子还不够你看清形势吗？什么？你的意思是党组长是被他们干掉的？报告。进来。处长先生，您找我？是的，有情况。刚刚安妮小姐打电话说，童教授，他欺骗了港督大人，并且他的手里还藏有一份实验数据，所以你现在去一趟海大，必须马上调查清楚。是，处长，这事交给我，您就放心吧。那好，辛苦你了，去吧。好，去。表哥回来了。怎么了，表哥？有一个学生把阿生备份资料的事给说出去了。阿生备份了资料，那不要担心，其实我们的试验已经结束了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让阿生多备了一份。那上次丢的那个？上次都是些没用的东西，真正的资料还在我们手里。啊，那真是太好了。可，港督他们会善罢甘休吗？港督下令查封了我们的实验室，还对我们的科研人员进行监管。这是最让我头疼的事啊！少牧也在这个范围之内，我现在见他一面是很困难的。没关系，我可以替你去。不，他们知道我们的关系，你去也不合适。那怎么办呀？再等等，再等等。就这儿。你好，您是？香港警察。你们这谁是负责人？童教授不在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奉英华处长的命令，查封实验室。
为什么要查封实验室？为什么？童小姐，你还不清楚吗？阿 Sir， 你把实验室查封了，我们这些人怎么办？你就是张少木吧？好，不管是童江南，还是你这位见义勇为的英雄，现在都要离开海江大学，接受我们警方的保护。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，我只是奉命行事。凭什么？你们这是侵犯人权。我们没有违反香港的法律，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们？童小姐，如果你非要我给你个理由的话，我可以给你。现在实验已经结束了，为了保护你们和实验资料的安全，我们只能如此。还有，童小姐，我亲自送你回家。蔡探长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你让我找的阿婆家的狗我已经找到了，我就是过来看看。看来查警官工作很积极呀。也行，那么就由你送这位英雄回家。回家？没错，实验室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，所以在场的所有人都要遣散回家。蔡探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英华处长的命令，我有必要跟你解释吗？那童小姐呢？她应该怎么办？哼，童小姐由我亲自护送。童小姐，请吧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赵 Sir，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？你也看到了，老蔡一直拿我当外人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对了，那位李探长去哪儿了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没什么，他不是被停职了吗？关心一下。你关心的倒是挺多呀。早知道有今天，你就应该提醒李探长一下，有些事情他不该管，有些人他不该碰。你说完了没有？你还没有告诉我，海大实验室为什么被查封？有个学生把阿生备份资料的事情说出来了，这件事情被港督知道了，港督派人把老师请了过去，他们说了什么我也不知道，结果就是这样。那童教授呢？我也很想关心老师现在的情况，但是你们让我见他。童教授，以后我可就多多叨扰了。你是公务在身，请随便吧。好，赵豪，安排2个人守在童家门口，以后不管是童教授，还是童小姐，只要出门，务必随行。是。另外，如果有访客，立刻向我汇报。去吧。是。童教授，有句话我不知道是当说还是不当说。请讲。香港现在是英国人在管辖，您为了一份资料而得罪他们，实在是有些不太值得。你看，差事丢了不说，连生活都不自由了，您是何苦呢？照我看呐，你也别端着什么大教授的架子了，东西往上一交，跟港督大人服个软，这个事不就结了吗？您活得自在，我这个当探长的也不用跟着您受罪啊。蔡探长，有句话，君子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
这话你懂吗？话虽然是这么说，但是咱们中国人在香港这个地界讨生活，有时候不得不低头。你可以这么做，但是我不能。您就不用为我们担心了。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替英国人卖命。那我就告辞了。哎，站住！你找谁啊？闪开！我找张少木。张少木，这大晚上的，你找他干什么？你管得着吗？呀，你这黄白丫头，会不会说话你？从小到大，只有2个人叫我丫头，一个是我爸爸，另一个是港督大人。如果你不想给自己惹麻烦，就马上让我进去。您是？哼。少木，雪薇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。警察没有为难你吧？在香港，除了英华，还没有哪个警察敢为难我。怎么了？少木，如果童教授不交出资料，你是不是就回不到海大了？也许吧。那我们没关系，就算我不回海大，你也可以到我家里来找我呀。可是门口站着那些警察，我心里总是不舒服。好了，你还能进来，换做别人，还得接受检查呢。童教授那边也是这样吗？可能比这儿更严。这样一来，我就不用担心你和童生见面了。雪薇，我最近想和童教授联系，但是我现在出不去，和他见不上面，所以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，帮我给他传一份口信。我？对，现在只有靠你了。没问题，只要不是给童生传口信，这个包在我身上。好，你就告诉童教授，他叫我托人买的药，快到了，让童教授放心吧，没问题。药？童教授病了吗？哦，对，老毛病，没什么大事。雪薇，你一定要记住，把话带到，啊。放心吧，没问题。爸，童家有情况。童家？怎么了？晚饭前，几个警察把童小姐送了回来，而且还在门口安排了岗哨，看样子是要软禁童教授。会不会是童教授和港督还有英华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啊？有这个可能。苏大哥，你们别猜了，童教授不是允许你进家门了吗？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好，老周，我马上去打听一下。好，那你注意安全。摘着。警察发现你了吗？他们还没这个本事。不过张先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出了点事情，一个学生把童生备份资料的事情捅出去了。港督找老师问责，估计2个人撕破脸了。所以您作为童江南的学生，也受到了牵连。现在实验室都被查封了，我、老师、童生都被控制起来了。您现在受到警察的限制，
那咱们的计划，一切按原计划进行。张先生，您已经做通了童江南的工作，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船。之前都是党勋奇在联系，现在他死了，咱们只能通过林诗曼找到船了。林诗曼？对，林诗曼之前答应过我，他可以从庄老大那里帮咱们租到船。好。哎，站住！谁呀？两位警官，我是童教授的学生。哦，学生，你找他什么事儿啊？也没什么事，就是来看看我的老师。好，我劝你啊，还是别进去了，免得受牵连。老师他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因为一份什么破资料的事儿。哎，你废什么话？他愿意进就让他进。哎，进去吧。进去吧，进去吧。谢谢。你也是，多什么嘴？哎呀，我这不是好心吗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